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性感沙罗曼蛇》。可以选择的人物很多，那很明显我会选谁呀？这款游戏的基本系统还是沙罗曼蛇的风格。咱们吃到了这些能量之后，可以增强咱们左下角的各种武器。第一个呢是加速，第二个是上下导弹，第三个是向下的炸弹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咱们有分身的话，那第二个上下导弹和第三个上下炸弹分身的移动的轨迹不一样。第四个呢是主武器，强化成胡萝卜。第五个就是分身。第六个是重置你的武器，这个选项非常的危险。第七个呢是无敌，但是这个无敌呢，它是给你加一个保险罩，这个罩呢能够抵挡3发子弹。但是这个保险罩的性能不大好，因为它的着弹面积要大于你人物的贴图，而且大很多。所以说一旦你套上了之后，你是坚持不了多久的。这个有点反常识啊！你想咱们一般玩的时候呢，套上了之后时间会更久一点。另外呢，本作还加入了一个铃铛系统。我刚刚呢吃到了一个橙色的铃铛。这个铃铛呢可以发射3发抵挡子弹的枪，绿色的呢可以使你的人物变大并且无敌，蓝色的是一个蜻蜓的炸弹。好，我现在换上了向下扔的炸弹，所以说这个分身就抡起来了。吃到了一个绿色的铃铛，现在无敌了。但是这个铃铛你吃的时候续不上，就是铃铛之间的效果是互相覆盖的，一旦你吃到了下一个，那上一个的效果马上消失，哪怕你已经用出一半了。并且呢，铃铛的效果和你的保护罩的效果也是冲突的，有保护罩就不能有铃铛，有铃铛就不能有保护罩。这就是本关的 BOSS 了，这个玉米。这个玉米为什么要打它呢？因为它抢走了别人的冰棍儿。你打它一顿之后，它会崩出很多爆米花，所以说这个玉米品质还是不错的。燃烧了自己，喂饱了咱们啊！好，打完。打完之后呢，每关都会有一个小剧场。第二关接受的委托呢，是委托人的这些金币掉了，咱们要去收集。那屏幕的中间表示咱们需要收集300个。当然了，你也有可能收集不完就过关了，或者把 BOSS 干掉了。这个涉及到是否要打隐藏的关卡的，所以说尽量还是把它收集到。收集金币的话呢，对人物的移动速度要求很高，所以说这里我就多吃了一些加速，导致速度太快，有点控制不住啊。我现在捡到了一个灰色的铃铛，也可以叫它白色的铃铛，来了一个像是吃豆人一样，咱们可以通过吃铃铛让它升级。但是这个太复杂了，因为兔女郎的主武器变成胡萝卜之后，它的一个胡萝卜打到铃铛身上是相当于3次伤害，所以说这个铃铛的颜色就很难控制了。我在疯狂的收集金币啊，这关要求300个，尽量呢能够给大家演示隐藏关卡，因为隐藏的关卡里呢会有终极福利。我的天哪，刚才那个澡盆里是有个胸柜吗？那这款游戏的画面特点呢，它是打了一些擦边球的。第二呢，它也有很多的恶搞要素，其实恶搞要素更多一点。咱们的金币数要吃够了。其实现在来看，这些擦边球的要素尺度都还可以。看这个 BOSS 啊，他等于是躺在了这个马桶里，对吧？好，抽水之后呢，这个水没了。弱点是他的肚脐，
血量呢在屏幕的右上角。这款游戏一大特点就是 BGM 都是名曲啊，听出来的小伙伴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。好，打完，最后还补了一点金币，怕咱们没收集够。第3关，第3关这个委托人呢被仙女把钱包偷走，所以说委托咱们呢打倒200个仙女。但仙女打完之后呢，它是有2个状态。它在下落过程当中，你再打它一次的话，那它还会再记1次数。所以说咱们实际上不用打200个，而且后面的关卡里边会出现龙啊，这种龙呢是很多仙女组成的，打一只大概可以记10个数左右，甚至更多。所以说200个还是比较容易达成的。我现在就后悔上一关这个速度吃的有点多，所以说导致现在这个场面有点控制不住啊，太快了。我那个龙没打到，因为它钻到了上面的碗里边，竟然跟我玩快到碗里来。打了快到100个了。这些目标呢，如果你去完成它还是比较快的。刚刚这个非常大的龙一下涨了60-70，游戏的难度还是有，前3-4关还成，到后面难度就比较高了，需要玩家合理的利用铃铛和这些武器，尤其是咱们的无敌。这个无敌我使用的方法有一点不太谨慎，因为实际上这个无敌呢是怎么用的呢？就是你捡完了之后不要第一时间发动，因为你一旦发动了，它的着弹面积就很大，很难保住。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保险来用，你感觉你撑不住了，子弹马上要打到你了，然后你再用，这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。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反省一下，反正我捡到了就习惯先放出来。哎，下面有个功夫，这个 BOSS 呢就是红白机版功夫的第4关，那个妹子角色啊，现在也不知道吃了什么，而且这个攻击方式啊可以把头扔出来啊，扔的刀呢咱们能看出来是功夫的奖励关。结果那仙女也打够了，他竟然可以分头行动啊，还会飞脚呢。好的，打完又爆出一堆仙女，这样这个数目绝对是够了，260多。这关呢纯粹就是 BOSS rush， 咱们要打好几个 BOSS。这是对面的敌对势力，发现咱们这个组织呢欺负了他们好几个同伴，那说明你们这个组织没有好人啊。这个企鹅弱点也是肚脐，打飞机可以输，企鹅必须死啊。后面的画呢其实不需要打码，因为关键部位呢是个贝壳。好，这个鹰没有毛了，舔嘴这一下真的是过分啊。好，咱们就是射他嘴，攻击方式呢就是扔假牙，这个还算好躲。那我使用3号的武器，主要也是能把这些分身抡起来，安全性更高一点。
好的，这是本关的 BOSS， 大家注意听他被击中之后的音效。这个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弱点是脸，往脸上射就完事儿。好，打完。这关还算有点难度吧。第4关，第4关的难度就上来了。我玩的应该是普通难度，并不是最高的难度。但即使是这个难度，一会儿大家体验一下本关的弹幕，就有点过分。虽然这款游戏表面上呢是打了一些擦边球，然后有很多的恶搞元素，但是它的难度是一点也不含糊啊。游戏的素质还是很高的，所以说后面它还移植到了很多的平台，包括 PS 平台，包括 PSP 等等。这关的委托人表示有很多的妹子被抓走了，咱们要救回来。要救回来大概50个，他们都被装到了这种箱子里。但是呢，箱子也有2种，有一种上面印的是怪物的头像，打出来就都是怪。我套了一个保险罩，马上就碎了，又套了另外一个。看着弹幕，又碎了一个，等于刚刚基本上1秒钟的时间吧，我就挨了3枪。因为这个游戏它也没有什么无敌时间。蓝色的那种能量呢，吃到之后是清屏的，但是呢不清子弹。所以说这款游戏在很多的细节上，它的难度设置真的是比较高。现在仅仅是第4关，这个弹幕已经比较夸张了，但速度还不快，还算好躲。这个保险罩也要碎，也挨了1枪。这是个大的，打出一只猪。这只猪呢技术还比较多，算是5个。BOSS 战就是这只企鹅。他别的攻击方式倒没什么威胁，就撞人这一下。还拿水枪想刺我呢，这徒劳啊！第5关，委托人应该是个海盗，他表示让咱们按着这个寻宝图去寻宝。然后呢，可以分给咱们1半。第5关的目标也是收集金币，需要收集300个。但是这关的金币有一些特殊的，就是它在原地，你去碰它呢，你就会不断的在原地加金币。吃完了还有，我的速度加满了，所以说现在这个人物感觉有点控制不住。绿色的。好，你碰到了绿色之后，这个人物就变大了，无敌。那本关的卷轴呢，上下是循环的，大概有3个屏幕那么大吧。如果想收集300个金币的话，还是需要切屏的，你不可能在一块屏上就完全的收集完。大的金币是5个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捡这种还是比较划算的。
的这个无敌不知道撑多久，挨了一枪了。这种云朵一样的怪是打不中咱们的，他没有攻击判定。又挨了一枪，还差一下。它是蓝色、黄色，然后红色。保险罩就这3种颜色，代表挨了几枪。行了，没了，碎了。啊，又套了一个，又没了，又套了一个，又没了。我的天，这用的有点快呀，不大符合我的人设啊。又红了，还差一枪。这里啊，需要吃一个绿色的铃铛。稳住，稳住，吃到了。使用萝卜来打铃铛真的是比较费劲啊，因为它一个萝卜相当于3颗子弹。有一个无敌，打这个棒棒糖应该绰绰有余吧？它抡起来了，轮的有点快啊！好在咱们有无敌。但这个无敌不知道能撑多久啊，没了，3发子弹已经没了，就是它擦边的话，咱们都受不了。不像咱们没有无敌的形态，反而躲子弹比较好躲，因为没有无敌的形态呢，它的着弹的面积要小于它这个贴图，本来它这个人物贴图就不大，你想一下，再小一圈。好，第6关。这个章鱼呢，原本是咱们的同伴，但是他呢见钱眼开，组织发了财之后，他就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。那他拿走钱想干什么呢？去找妹子了。所以说这个家伙满脑子都是彩色的想法。其实橙色的这个铃铛是比较好用的。它可以控住屏幕3次。那本关要小心时间这个要素。刚刚打那种绿色的猪，就会给咱们的时间加10秒。他那房子里那2个粉色的企鹅在枕头大战。绿色的铃铛没了。发动了一个保险罩，但是马上就挨了一枪，现在已经黄了，红了，没了，太快了。他的这个判定我觉得不合理，和原来判定一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弹幕已经很夸张了。第6关，在正常的流程上呢，本关就是最后一关。但如果之前咱们所有的收集都达成了的话，会有一个特别的关卡，隐藏关。你这个在这控一下，走人。刚才那里不控的话，会非常的难受。啊，这个货拿了大家的钱啊，过的生活太令人羡慕了，好吧？这个时间一定要打。好，来到了第3面墙。第3面墙呢，也是本关的 BOSS 所在。BOSS 就是这面墙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场景它有3次生命。我拿的这个铃铛正好克制这个墙的，能够封住这几门炮。第2形态呢，它有5门炮，还有第3形态呢。第3形态12门炮。12门炮啊，这谁能顶得住？这个射击强度仅次于我了。好，打完呢，本关就算是过关了。咱们所有挑战都完成了，这样可以挑战隐藏的关卡。
隐藏关卡有一条啊，就是你的所有的武器全部重置了，所有状态都消失了，但是给你一个能量槽，你可以发动一个加速。这里有些平台我是打码的啊。这妹子翻身把它压在下面了，这样呢就通关了。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呢是咱们可以挑战这个隐藏关。你看现在这个速度啊太慢了，我发动了一个加速，这也没快到哪儿去，又发动了3次加速，这回的速度还够看了。这里的速度一定要快一点，不然你躲不开这个弹幕的。而且这关大家可以发现很多怪它是有湿弹的，就是它挂了之后还会再向你发射子弹。你吃这个绿的，好，无敌了。这个绿的可以混很久啊，把武器补一补。看能不能再混到绿的了？我没有用胡萝卜。好，这次胡萝卜启用了，武器猛一点吧。这里呢，其实你就不要想着慢慢打一个铃铛了，只能看脸，因为敌方的弹幕还有敌人都太密集了，你如果不发射子弹的话，2秒钟你就会被压住了。可能再也无法翻身，所以说捡铃铛还是看脸吧。这些方块呢也都是炸了之后向你发射子弹，非常讨厌。所以呢，还好我捡到了一个墙，可以抵挡3次。我捡了一个绿铃铛，把这片呢混过去。这片还是比较难的。这里如果有人能不利用铃铛过了这儿，我真的是佩服无比啊！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过这关还是要看一点脸，起码我这个水平啊，想要过这关真的需要看脸，完全靠躲不现实。我吃到了一个绿的，刚刚呢我主要是想吃那个蓝的，没想到有意外的收获。蓝的呢可以清平一次，这个清平呢既可以清敌人也可以清子弹，所以说性能还是比较好的。啊，这个地方可能是整个游戏弹幕最密集的地方。好在呢我捡到了一个绿铃铛啊，又来一个，把这个捡到，好，等于把这儿就混过去了。如果不捡绿的，最好也能捡到橙色的那个，来3面墙抵挡一下。后面呢就是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给他安上了一个嘴，其实要我说他缺的不是嘴啊。这些小星星呢会改变一次轨迹。这个 BOSS 难度不高。和整个关卡流程相比呢，它实在是渣渣，但要小心一点啊，它会上来打咱们的，对，小心它这几个攻击就完事儿。基本上呢，它也只能发动1波。好，打完，我这个无敌又挨了一下是吗？这样正式的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射击游戏《性感沙龙万蛇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